大家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ki，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，我跟 Miki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恐怖故事，这是由我主笔 Miki 协助所撰写的故事，准备好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吧。在一个平凡的夏日午后，阳光洒落在城市公园的草地上，人们在公园里漫步、奔跑和玩耍，享受着美好的天气。然而，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地上有一颗种子从天空中飞来，掉落在了草地上。这颗种子看起来有点奇怪，它呈现着深紫色，并且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这颗种子不仅是一颗种子，还是一个异形生命的蛹。而当这个生命蛹孵化时，公园将会发生更加可怕和恐怖的事情。这天，正在公园玩耍的小女孩的脚被某种东西叮咬了，咬她的东西看起来像蚊子，但是没有翅膀。小女孩以为只是被一只无聊的蚊子叮了一下，但当她回家后，她开始感到身体不适，她的手和脚开始变成一个奇怪的颜色，然后变得粘稠，并且开始像虫子一样爬行。她的家人带她去看医生，但是医生无法找到任何治疗方法。她的父母开始感到绝望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自己的女儿，只能让小女孩在家里休养。小女孩越来越像一只虫子，她的身体开始变形，眼睛变成复眼，嘴巴变成尖锐的钳子，手变成了触角，她的喉咙只能发出奇怪的声音。小女孩的父母非常担心，但又没有其他办法，他们不想让其他人知道小女孩变成这样。每次学校的老师打电话到家里询问小女孩的情况，他们总是告诉她小女孩生病了。1个月后，小女孩从床上消失，留下的只有一个黑色的虫蛹。她在家里的某个角落中蠢蠢欲动，这个黑色的虫蛹看起来非常令人不安，它的表面充满了奇怪的纹路和凸起，好像它的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不断的蠕动。家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，似乎随时都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即将发生。有一天，小女孩的父母发现虫蛹已经孵化了，而孵出来的东西令人无法置信。它不是蚊子或昆虫，而是一种怪异的虫类。它的身体有着许多触手和尖锐的利爪，看起来非常凶恶。它发出的声音也让人心惊胆跳，像是无数只虫子在同时爬行的声音，这让人无法忍受。如今小女孩已经变得跟原来的样子完全不同了。这个由小女孩变成的怪物开始在家里四处爬行，她的身体和触手总是粘在一起，让人看了非常恶心。家里充满了一种古怪的气味，像是腐烂和腥臭混合在一起。家里的物品也受到了它的影响，有些物品甚至被它的粘液缠住，无法移动。每当这个怪物靠近，周围的空气都会变得沉重，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。这个怪物似乎对光亮非常敏感，但也很擅长躲避，总是能找到一些隐蔽的地方躲避起来。他们感到非常无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怪物开始变得更加危险和不可控，它的攻击范围也越来越广泛，不再只限于家里。有时候它会越过窗户和门，进入到外面的世界中，攻击其他的动物和人类。当这个怪物攻击人类时，它会用它的尖锐利爪和触手紧紧地抓住它的猎物，然后开始吸取它的血液和身体液体。这种攻击方式非常残忍和可怕。小女孩的父母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希望，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个怪物，他们也无法狠下心来将它消灭。小女孩的父母原本只希望小女孩好起来，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女儿已经不可能恢复正常。他们每天晚上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害怕这个怪物会攻击他们。整个城市的人们也逐渐注意到了这个怪物的存在，他们开始传闻和猜测，并开始进行各种方式的搜索和捕捉。但是这个怪物总是能够躲避他们的追捕。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危险，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和不安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小女孩的父母也只能等待着奇迹的出现，希望这个怪物能够消失。但是这个怪物并没有消失的迹象，相反的，它似乎变得越来越强大，它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巨大，而且它的触手也变得越来越长。这让人感到非常不安，因为这个怪物已经无法控制了。它开始在城市中心区域肆虐，摧毁一切它接触到的东西，让人们感到非常恐惧。最终，
政府决定出动军队对抗这个怪物。他们使用了各种武器和技术，但都无法对这个怪物造成伤害。这个怪物看起来像是不死之身，无论什么样的攻击都无法让它消失，这使得政府陷入了绝望之中。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办法，最终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死城，没有人敢靠近这个怪物，也没有人能够击败它。尽管这个怪物在城市中心区域肆虐，但城市边缘的居民发现它没有向外扩散的迹象。他们聪明地建立了防护措施，将城市区域分为2个区域，保护了自己。他们开始学习与这个怪物共存，甚至有一些人开始将其视为自然现象，并开始进行研究和观察。尽管在城市中心区域依然肆虐，但城市的边缘区域开始重新繁荣起来。人们学会了如何在这个怪物存在的情况下生活，并渐渐适应了这样的环境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故事是否非常有即视感？当我走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我仿佛看到了台湾的现况。你不懂我在说什么吗？这也无妨，你只要知道我主持节目比 Mickey 更好就行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，别忘了帮如此博学伟大强大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